由于学校扩建，我被要求搬进了新建的宿舍楼里。新楼在学校偏僻的一角，入住的人很少，加上专业分散，每层楼基本上只住满了1-2间房。宿舍阿姨只有一个，整天睡不醒的样子。有时候我想，这里即便是真的发生了什么恶性事件，也很难有人知道吧。我的想法不是空穴来风，除了学校经常会有一些流浪汉翻墙进来，我还很不幸地遇到了3个舍友：陈梦、李涵晓、冯曼婷。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差。陈梦和冯曼婷是塑料姐妹花，表面相亲相爱，背地里互相捅刀。但是他们2个在欺负李涵晓这一点上，却是坚固的联盟。李涵晓自己的性格也挺有问题，极度自卑，极度自律，而且是讨好型人格。4个女生6个群，真的一点不夸张。我讨厌这样复杂的关系，干脆退掉所有的寝室群。我每天早早起来就去图书馆，直到熄灯前半小时才回寝室，避免和他们3个有任何交流。你怎么还没回来？我在回寝室的路上收到陈梦的微信，她好像是担心我抢了她的奖学金一样，每天都催着我早些回宿舍。快了，我回到门口，刚推开门，一个外卖盒子就扔到我面前。我躲得飞快，但是汤汁还是溅到了我的裙子上。我皱了皱眉。冯曼婷语气不满：李涵晓，我让你给我买的是微辣不放葱花，你这是买的什么鬼？你想辣死我呀？李涵晓看起来脸色不是很好，仍然唯唯诺诺地说：那我下次让老板再少放一点辣椒。冯曼婷有些不满：那你下次一定要记住啊，把地面打扫干净。我对冯曼婷说。冯曼婷削着水果：小小，你还不快点打扫？李涵晓抱歉地看着我，我有点肚子疼，能不能待会儿再打扫？不行，味道太大，打扫完扔到楼下去。说完，我回到自己的桌子前，倒上洗脚水，戴上耳机，边泡脚边追剧。李涵晓扔垃圾去了很久，直到寝室熄灯都没有回来，估计扔完垃圾又顺手去捡瓶子吧。黑暗中，陈梦笑着，说实话，我都替他难受，这么穷还上什么大学啊？打工就好了嘛。冯曼婷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人家可是村里唯一的大学生呢，金贵的很呢。2个人嬉笑着，全是对李涵晓的奚落。咚咚咚，敲门声响起，李涵晓怯生生地在门外说：我忘带钥匙了，你们谁能帮我开一下门吗？原本叽叽喳喳的冯曼婷和陈梦瞬间没了声音。外面很冷，李涵晓声音在颤抖，我没穿外套，我叹一口气，先背下床。谢。没等他说完，我转过身，下次记得带钥匙，不然我不会再给你开门。咔嚓，凌晨2点，我被一声极轻微的开锁声惊醒，清晰的脚步声传过来。我原本以为是他们3个谁出门上厕所，随即我意识到并不是，因为脚步声是从门外传来的，1下2下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清晰。有人进来了。谁呀？走路能不能小点声？烦死了。冯曼婷不满地嘟囔一声。嘻嘻，那个人忽然笑了一声，我头皮一下子炸了，这是个男的。你笑什么？神经病啊！冯曼婷骂出声，下一秒我听到她惊恐的声音：你是谁？你想干嘛？嘻嘻，美女。接着是床铺摇晃的声音，撕碎衣服的声音，冯曼婷尖叫和求救的声音。救命啊！谁能救救我？她被人捂着嘴巴，只能发出支离破碎的呜咽声，像是一只被损坏的笛。除了我们3个人，不会有别人听到她的呼救，但是我们3个像是约定好了一样，一动不动，甚至没有一点声音。雪落深山般的寂静，我死死咬着被子，期盼着她完事之后能够离开。我通过床帘的缝隙偷偷看着她，然而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。我看到她举起了冯曼婷的水果刀，噗嗤，是刀子刺破血肉的声音。我瞪大眼睛，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。冯曼婷被杀了。得出这个结论的瞬间，我听到了她下床的声音，脚步声又一次响了起来，伴随鲜血滴落的声音，像是一高一低的2重奏，或者说是催命曲。我看到一个男人，他不胖，但是个子很高，留着蓬乱的长发，像是流浪汉。他停在我的对床陈梦那里。嘻嘻，别装睡了，我知道你听见了。陈梦颤抖着向他磕头：求求你放了我。我什么都不说，但是他没有给陈梦机会。噗嗤，然后他缓缓转过身，我看到一双睁大到诡异的瞳孔。人在兴奋的时候，瞳孔是会放大的。这一刻，我知道他杀红眼了。一个人的血滴答，2个人的血滴答滴答，月光下演绎着3重奏。我的心跳快到接近爆表，汗水顺着我的脊背流进床单里。我拼命思索着该怎么办，可是还没等我想到任何应对的办法，带着鲜血的刀子就举到我的面前。他兴奋地盯着我，滚烫腥臭的呼吸喷在我的脸上。嘻嘻，把你吵醒了呀！噗嗤，我猛地惊醒过来，动作幅度过大，踢翻了洗脚水。哎呀，我的快递！陈梦有些不满地捡起快递，你小心一点好不好？几点了？我没理他，直接问道。不到11点。陈梦有点被我吓到，你怎么了？洗脚水还是温热的，
耳机里男女主的对白仍在继续。冯曼婷还在削水果，陈梦还在打游戏。是在做梦吧？没事，刚睡着了，做了个噩梦。陈梦一惊一乍的，吓我一跳。我关掉平板，爬上床。对了，李涵晓呢？我问。冯曼婷白了我一眼，不是你让他下去倒垃圾了吗？我没多想，上床准备睡觉。我怎么也睡不着，刚才那个噩梦一直在我的大脑中反复播放。熄灯了，李涵晓怎么还没回来？我问。估计扔完垃圾又顺手去捡瓶子吧。黑暗中，陈梦笑着，这么穷就不要上大学了，我烦得很，直接打断，别说了，有完没完？你有病啊！曾家，陈梦直接对我，不是你问的吗？我没理他。这时响起敲门声，李涵晓怯生生地说：“我忘带钥匙了，你们……”我直接跳下床给李涵晓开了门。下次注意。我扫了他一眼，他看起来状态不太好，头发和衣服都乱糟糟的。我不想过问别人的事情，直接爬上床。咔嚓，凌晨2点，又是轻微的开门声。我猛地睁开眼睛，我听到从门外传来的脚步声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清晰。谁呀？走路能不能小点声？烦死了！冯曼婷不满地嘟囔一声。然后是衣服破碎声、挣扎声、求救声，所有的一切都一模一样，包括我们3个人一模一样的沉默。这一定是梦吧？我死死屏住呼吸，拼命祈祷自己快点醒来。噗嗤，直到刀子刺破血肉的声音传来，我一下子僵住了。不是梦，全部都是真实发生的。2重奏响起，激烈的乐曲一下一下冲击着我的耳膜。我拼命想着应对的办法。西西，别装睡了，我知道你听见了。我听到那个男人说，我的床头有一个牛津词典，像板砖一样，或许我可以用词典砸它。求求你，放了我，我什么都不说。我听到陈梦在求饶。我的床头框里还有一个不锈钢的保温杯，或许我也能用这个。噗嗤，我听到刀子刺穿血肉的声音。对，我还有床帘，等他过来的时候，我可以把床帘拽下来，然后趁乱从床的另一边跑出去。还是用保温杯吧，保温杯比较硬。3重奏响起，我屏住呼吸，小心翼翼地伸出手，想把床头框里面的保温杯拿过来。忽然，我的手腕被人攥住，滑腻温热的液体粘在我的手上，是冯曼婷和陈梦的血，我差点吐出来。床帘被人掀起，我看到一双因为过于兴奋而放大的瞳孔。西西，把你吵醒了呀！我飞快举起保温杯，可是他的刀子更快，青灰伴着银亮，像是一道圣洁的光。噗嗤，我猛地坐了起来。冯曼婷的水果刀一偏，差点削到手指。我又一次回到了寝室熄灯前。冯曼婷埋怨：“曾家，你神经病啊！不要一惊一乍的好吗？”你闭嘴！我的思路很乱。他没想到我会这样说话，顿了一下后，直接火冒三丈站起来。平时你在宿舍就天天板着脸，以前我不说你，你现在甩脸子给谁看呢？大家都是室友，你给我们一个笑脸能死啊？我没有甩脸子，我纯粹是不想和你们打交道。陈梦插了进来，你指谁呢？我现在没空和你们吵架。我检查着门锁，确认安全栓和插销都完好后，把水果刀和保温杯都放到床上。冯曼婷看着我的举动，甩出口头禅：神经病。没多久，李涵晓回来了。我一言不发地给他开了门，然后插上插销，按好安全栓。李涵晓看着我做的一切，似乎有点疑惑。我现在没有任何心思应付任何人，忽略到李涵晓询问的目光，直接上了床。我缩在床上，瞪着双眼。我现在不能报警，不然所有人都会把我当成神经病。只有在那个男人出现的时候，报警才有用。为了防止我会困倦，我把耳机里音乐的声音调大，仿佛在黑暗中梦见了白昼之影，一定会就此坠落吧。咔嚓，凌晨2点，开门声响起。这次不会有事的。我咽了咽口水，我已经插上了插销，按上了安全栓。他打不开门的。我拿起手机想报警，可是手机屏幕忽然陷入黑暗，没电了。听一晚上音乐，没电了。但是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，脚步声还是响了起来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清晰。我猛地攥紧水果刀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明明已经插了插销，按了安全栓，他是怎么进来的？正常人怎么可能穿墙进来？难道他不是人，是鬼？我乱了。相同的挣扎和呼救，相同的沉默和寂静，相同的2重奏和3重奏，我彻底乱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西西，把你吵醒了呀！我回过神来的时候，男人已经掀开了我的窗帘。他兴奋地看着我，滚烫腥臭的呼吸喷薄在我的脸上。你是谁？你怎么进来的？男人歪了歪脑袋，像是没想到我会问他为什么要杀人。我努力压抑住心里的恐惧，试图和他沟通。男人像是如梦初醒，我杀人了？收手吧，你已经杀了2个人了。他愣了一下，仿佛不明白我在说什么，眼神中带着孩童般的天真。我慢慢地摸到枕头下面的水果刀，我要抢在他动手之前动手。
扎破颈部大动脉的话，只需要3分钟，只要3分钟，他就会死。反正已经杀了2个人了，再杀第3个人也没什么了呀。他诡异的笑笑。我和他同时举起了手里的刀，银亮的光，交相辉映。噗嗤，我慢了一步，我又一次醒了过来。这次我顾不上会有人说我神经病了，直接穿上鞋跑去找宿管阿姨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阿姨没听完我的描述，就迫不及待地打断我：“你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？要不去找心理老师聊聊？”是真的，阿姨，我亲眼看到的，这已经是第3次了。阿姨不耐烦地把我赶出办公室。行了，明天去找心理老师吧。快熄灯了，你赶紧回宿舍。我茫然地走出宿管办公室，头痛欲裂。李寒晓刚好回来，快点！我喊了他一声，要关寝了，你怎么才回来？李寒晓有点语塞，我想等陈梦和冯曼婷睡了再回去，不然还得听他们说我，你怎么得罪他们了？我也不知道。李寒晓支支吾吾的，可能是因为我比较好欺负吧。我向来认为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再加上我现在心里很乱，直接道：“你这是自作自受，不知道反抗吗？”李寒晓想解释，我打断他：“别解释，我不想听。”我拽着他飞快回到宿舍，我再一次把插销、安全栓都装好，以防万一。我又把宿舍公用的长条桌搬过来，堵在门口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李寒晓问。他神经病呗，冯曼婷说了一句：“明天你自己把桌子归回原位啊。”陈梦也跟着他说：“你别折腾了，曾家，吵得大家都睡不着，我头疼得很，几乎控制不住要破口大骂。”李寒晓拽了拽我：“你吵不过他们的。到底怎么了？”他问我。没事，我按了按太阳穴，疼死了。李寒晓担忧地看着我，从桌子里拿出2颗药，布洛芬，我接过来，谢谢。黑暗中，我睁大双眼，静静等着凌晨2点的到来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的意识渐渐开始模糊，是冯曼婷的尖叫声吵醒了我，我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。他怎么进来的？这次竟然连开锁的声音都没有。桌子呢？推门时一定会拉动桌子的呀。我把床帘拉开一个缝，桌子竟然回到了原来的位置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个人真的是鬼吗？不容我细想，3重奏已经响起。我躲到床的另一头，在他靠近床边的时候，我使尽浑身力气把床帘扯下来。他被床帘蒙住了头，我趁乱跳下床，飞快往门外跑。走廊里一地青灰，就在我的手指已经碰到门框的瞬间，我踩到了鲜血，我摔倒在地面上，巨大粗糙的手一下子钳住我的脖子。让你跑，让你跑！他恶狠狠地念着，刀子一下又一下地捅在我身上。丧失意识前，我脑海中最后一个画面是沾着鲜血的脚。我又一次醒了过来，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，一定有什么地方是我忽略掉的。我抱着头，大脑飞速转着，头疼到快要炸了。我焦急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，到底是哪里的问题？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他不应该进来了呀！可能是我现在的样子确实过于吓人。冯曼婷少见的没有毒舌。你没事吧？他上前摸了摸我的额头，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陈梦也问我，你最近整天泡在图书馆里，是不是压力太大了？你以后早点回来吧，宿舍这么偏僻，我们都挺担心你的。每天梦梦都在10点的时候给你发微信，是担心我吗？难道不是因为怕我太努力抢了他的奖学金？知道了，我闷闷地说。你到底怎么了？冯曼婷又问了句。没事，就是头疼。不用找了，我这里有。冯曼婷递过来2片药，布洛芬，结果要吃下去，头疼轻一些，思路也好了一点。这么多次轮回已经证明了，凭借我一个人是不可能逃出升天的。4个女生对一个男人或许还有一些希望，但是我该怎么样才能让他们3个相信我说的话？该怎么样才能让他们觉得我不是神经病？我一下一下地抠着手指甲，终于我想到了办法。婷婷，我们换床睡好不好？我对冯曼婷说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怎么和你解释。凌晨2点的时候会有一个杀人魔进入我们寝室，我们会被他杀掉。我和你换床是为了保护你。你太吓人了，曾家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没有回答他的话，而是直接爬到他的床上。我总结出了规律，我的死是循环的起点，我保留着每一次循环的记忆。死在我前面的人会失去循环记忆，所以我只需要死在冯曼婷和陈梦前面，他们就会带着记忆进入到下一个循环，他们就会相信我所说的一切。但是我不知道李寒晓为什么也没有记忆，可能是因为我每次醒来时他都不在宿舍里吧，也可能是他从来都没有进入循环。冯曼婷不信，陈梦则坚持要告诉校警。校警听完他说的话，说了句神经病，就把电话挂掉了。求求你了，婷婷，你相信我一次。等事情结束之后，我给你洗床单好不好？冯曼婷看了我3秒，终于同意。曾家，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，明天早上你一定要去看医生。好好，我忙不迭点头。李寒晓也回来了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我把事情又说了一遍。他瞪大眼睛，不会吧？
是真的，我认真说，小小，我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进入循环，但是如果这次你进入了的话，请保护好自己，月亮如水。我们4个人在各自的床上圆睁着眼睛。凌晨2点，开门声、脚步声、呼吸声如期而至。嘻嘻，美女诡异的声音响在寂静的夜里。床帘被掀起一条缝，我看到一双睁大到诡异的瞳孔。她兴奋地盯着我，越来越近，滚烫腥臭的呼吸喷在我的脸上。嘻嘻，把你吵醒了呀！我抢在他侵犯我之前举起了刀子，但是他的刀比我更快。噗嗤，疼，真疼啊！但是我却想笑。循环开始，他们终于能相信我说的话了。我只需要再次醒来就好。橘黄色的灯光，温热的洗脚水，剧里男女主的对白，陈梦打游戏赢的时候的 victory， 可是预想之中的场景全都没有，反而是尖叫声、求饶声、2重奏、3重奏重新响起。怎么回事？循环为什么没有开始？我拼命睁开已经模糊的双眼，朦胧中看到陈梦、冯曼婷接连被杀害，还有李涵晓。我看到男人走到他的床前，我闭上眼睛，滚烫的泪水从我眼角流出。他本来可以不进入循环啊！一切都结束了，都怪我，都怪我，都怪我！增加，增加，增加！模糊的人声响在我的耳边，我消散的神智一点一点聚集在一起。我慢慢地睁开双眼，视线由浑浊转为清明。我看见冯曼婷和陈梦站在我身前，我猛地惊醒，踢翻了洗脚水。抱歉，我对陈梦说。别说这些没用的了。陈梦非常着急。我们进来了。什么？循环？我们进来了，进来了。我有点反应不过来。进来了，就是说我们还有机会。我抓住他们2个的手，什么都说不出来，只有大颗大颗的眼泪。冯曼婷说了一句：“这次一定要干死他。”我点头。大家把能用的防身工具都带在身上。好，陈梦从衣橱里取出来一对哑铃，为了健身买的，没想到健身不成，要先用在这种事情上了。冯曼婷把辣椒油倒进护肤水喷瓶里，防狼喷雾制作完成。我还有水果刀，我这里有切菜用的菜刀。大家把家伙绳都拿了出来，我们相视一笑，心里更多了些自信。我去找李涵晓，我说。我飞快地下楼，在垃圾桶旁边看到抱着膝盖的李涵晓。小小，我坐到他旁边，你进来了吗？李涵晓抬起头，不可思议地看着我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前几次循环，你明明死在我后面，却还是没有记忆。但是这一次，你一定进来了吧？你也记得吧？李涵晓点点头，一下子抱住我，我感觉他浑身都在发抖。太可怕了，增加，太可怕了！我为什么要经历这些？我一下一下抚着他的后背。没关系的，小小，现在我们4个联起手来，还是有胜算的。即便是我的脑海出现一些可怕的画面，即便是不能4个都活下来，也比都死掉要好。谁死谁活？他忽然问我，2只大眼睛死死盯着我。我被噎住，不知道，这不好说。肯定是我会死掉。他絮絮地说，他们2个一直都欺负我，一旦处于危险中，肯定是要第一个推我出去。我想说不会的，却发现如此苍白无力。那你留在外边，外边应该才是最安全的。我说完，站起身想往回走。李涵晓拽住我，你不留下吗？我摇摇头，脑海中浮现出自己踩到鲜血的脚。如果在第5次循环时，我选择了去救冯曼婷和陈梦，说不定我根本不会摔倒，说不定噩梦般的循环已经结束了。我不可以再懦弱，不可以再冷漠。一股熟悉的腥臭味掠过鼻尖，我皱眉看了看垃圾桶。你保重，我回去了。我们3个人这次没有待在床上，而是一起躲在宿舍的阳台上，静静等着恶魔的到来。凌晨2点，咔嚓，门响了，接着是哑铃砸到肉身的沉闷声音。X， 男人发出一声怒骂。我和陈梦、冯曼婷对视一眼，握紧了手里的刀。我们冲进房间，对着满头是血的男人拼命乱刺。沉重的呼吸，腥臭的气味，滚烫的鲜血。月光下，洁白的墙壁上被泼上炫目的红。1下、2下、3下，去他的2重奏、3重奏。这一次，让我们听到你应得的独奏。搏命的厮杀中，男人的气息越来越微弱。终于，我们把刀子扎进了他的颈动脉。伴随我脸上一闪而过的温热，男人轰隆一声倒在地上。我们3个大口大口地喘息着。搏命的厮杀之后，我们像是抽去了全部的力气和感觉。等肾上腺激素退去，才觉得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剧痛。我们赢了。冯曼婷说完，一下子跪在地上。我才发现她腹部流着鼓鼓的鲜血。我和陈梦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均身负重伤。叫救护车！我艰难地站起来，想去够桌子上的手机。2厘米，1厘米，就在我的指尖快要碰到手机的瞬间，另一只手拿走了手机。我抬眸，是李涵晓。小小，我松了一口气，艰难笑笑，帮我们叫救护车，谢谢了。他看着我，没有任何动作。我浑身上下一下子冷了。冯曼婷没忍住，李涵晓，你别傻了吧唧愣着，再不叫救护车，我们就死在这里了。
你们本来就该死在这里。李寒晓捡起了地上的刀。我们3个是案板上的鱼肉，是待宰的羔羊。李寒晓捡起刀，先走向冯曼婷。让你天天让我买饭，我是你的下人吗？说一句，他捅冯曼婷一刀。让你天天把不吃的剩饭给我，我是狗吗？一下又一下，直到冯曼婷彻底倒在血泊中。然后他看向陈梦，陈梦拼命往后缩，饶了我，求求你，饶了我，饶了你。李寒晓用刀一下一下地刮着陈梦的侧脸，凭什么？凭你总嘲笑我穷吗？凭你天天奚落我吗？凭你总是故意把我关在门外吗？去死吧，贱人！他骂了一句，一刀扎下去，鲜血溅到他的脸上，他浑不在意，胡乱摸了一把，走向我。我没有欺负过你，我也没有嘲笑过你，你放了我吧！我祈求地看着他。没欺负过我，没嘲笑过我，我就要放过你吗？他好笑地说。可是我没有做错什么呀，你为什么要杀我？我嘶吼出声。冷漠就没有错吗？他也嘶吼。为什么看我被欺负的时候，明明知道是他们的错，却不阻止一下？为什么我被嘲笑的时候，你一言不发，哪怕只是一句简单的别说了呢？为什么每一次都要冷漠地看着我遭受一切？我愣着，每一句都让我哑口无言。啊，曾家，你说话呀，曾家！他颓然地跪在我面前，两只手捂着脸，眼泪从指缝中流出。哪怕有一次，哪怕你安慰我一次，我都不会觉得自己那么孤独，那么难过。曾家，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，冷漠就是最大的错误。而且你为什么一定要让我下去扔垃圾？如果不是你，我也不会遇到他。曾家，你知道我遭遇了什么吗？他靠近我，在我耳边说。就在他靠近我的瞬间，我又一次闻到了熟悉的腥臭味。脑海中一条通路忽然被接通，我明白了。我又一次醒来，冯曼婷正在骂人。卧槽，怎么又回来了？还没结束吗？没头了，到底怎么样才能结束啊？我要疯了！你还记得上一次循环中发生的事情吗？不记得了。冯曼婷懊恼地摇头。我们不是要做掉那个杀人魔吗？成功了没？陈梦，你呢？陈梦，我也不记得了。他们两个的反应再一次证明了我的猜想。我的死就是循环的开始点，死在我之前的人，就是死在循环开始之前会失去循环的记忆。我自己以及死在我后面的人会保留着记忆。所以李寒晓其实每一次都记得，甚至这件事就是他策划的。可是他没想到的是，他的死是循环的重启点。他死后，我们4个会进入下一个循环。我拉开他的抽屉，从里面翻出药片。果然，他给我的布洛芬实际上是安眠药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会在一次循环中睡着。就是在我睡着的时候，李寒晓把插销、安全栓和堵门的桌子移开，放那个杀人魔进来。我把推理的一切全部告诉了冯曼婷和陈梦。陈梦直接哭了。冯曼婷气得恨不能撕碎李寒晓，都是他搞的鬼，气死我了。等他回来，我一定饶不了他。够了，我大声说。冯曼婷和陈梦一起看向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缓和语气，认真地说，婷婷，梦梦，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寝室关系不好导致的。他恨你们2个欺负他，恨我不帮他，所以他把钥匙给了杀人魔，用自己作为交换，让他替他向我们复仇。但是杀人魔杀红眼失去了控制，最后他自己也被杀掉了。在上一个循环里，我们3个已经合力干掉了那个男人，但是我们也受了重伤。李寒晓回来后，趁我们没有还手之力，杀了我们3个。我在最后拼尽全力杀掉了他，循环又一次重启。我看着他们2个人，一字一句地说，现在只有一个破局之法，就是我们4个联手一起干掉杀人魔，循环就会停下来。没有你们2个的参与，仅凭我和李寒晓根本打不过一个成年男人。如果我和李寒晓死了，我们将永远困在循环里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李寒晓到底什么时候把钥匙给的杀人魔？冯曼婷忽然问。完了，陈梦一下子哭出声。是曾家逼他去扔垃圾的时候，他已经去了，来不及了。我愣了片刻，抓起桌子上的水果刀，飞快往楼下跑。深冬的风灌满我的衣袖。冯曼婷和陈梦跟在我的身后，脚步杂沓地合在一起，是另一种3重奏。快点，再快点，求求你了！我在心里拼命祈祷，老天，让我们赶在李寒晓遭遇不测之前找到他吧。我们找遍寝室周边，终于在一个低矮的围墙边找到了李寒晓。求求你放了我吧，求求你！李寒晓的呜咽声被夜风传过来，他被一个高大的男人逼在墙角里，衣服已经被撕掉大半。小小，我大声喊了一句，救我，曾家，救我！男人缓缓转过身，有些疑惑地看着我。我看清了，正是那个杀人魔，但是现在他手上没有刀。我飞奔过去，用尽全身的力气撞到那个男人身上。他高是高，但是很瘦弱，也被我撞了一个踉跄。在他踉跄的瞬间，陈梦和冯曼婷也赶到了。我们3个举起手中的刀，狠狠冲那个男人刺过去。李寒晓愣愣地看着眼前的一切。
别呆着，小小，快帮忙啊！我嘶吼一声。李含晓如梦初醒，从地上捡起石块，冲着男人的头狠狠地砸下去。轻的、重的、急的、缓的，这是他应得的独奏。谁演奏乐曲，必将会被乐曲演奏。男人终于不再喘息，我们4个脱力地瘫在地上，雪花落了下来。我闭上眼睛，身上的剧痛让我动弹不得，但是心里却一片安宁。我听见风掠过树枝，轻柔的像是一支笛。李含晓，对不起。冯曼婷忽然说，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给你带来这么大的伤害。我也向你道歉。陈梦小声说。李含晓看着男人的尸体，缓缓道，我下楼扔垃圾的时候被他拖到了这个地方，事后我想，都怪你们，全都怪你们。既然我遭遇不幸了，那你们也不要好过。我把钥匙给他，告诉他我们宿舍还有3个美女，我一定要报复回来。他把头埋进膝盖里，放声大哭，对不起，谢谢你们，对不起，小小。我唤了他一声，结束了，一切都结束了，不要想了。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修复关系，但是至少在这一刻，我们4个连起了手。冯曼婷稍顿，缓缓说，我以后肯定不会再使唤你做这做那了。陈梦说，我也不会嘲笑你了。还有，如果你手头紧的话，完全可以问我借一点，捡垃圾真的不卫生。我伸出手，他们3个疑惑地看着我。握握手吧。他们迟疑片刻，最终伸出手，4只手叠在一起，雪落在上面，感觉也是温暖的。全文完。